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众所瞩目的川习会刚刚落幕了，那这是川普跟习近平自2019年以后第一次面对面碰头，那也是川普在第二个任期首度与习近平会晤。所以今天的节目要告诉您3个重点：第一，这次川习会有哪些具体成果呢？第二，川习会有哪些重点值得深入解读？第三，这次川习会会如何的影响台海两岸的局势呢？那节目最后我们会再回答观众的留言提问。不过呢，我们首先要感谢几位朋友的赞助，包括了 Nerner369、林银静和陈巧珍非常的感谢你们那另外呢，现在也请您帮我个忙，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那记得要选择所有的通知，那这样呢就能收到我们未来的节目通知了。虽然川普跟习近平已经阔别6年了，但这次川习会其实没有开很久。原本川普预计会谈上3-4个小时，但最后就只谈了1小时40分左右就下班下课了，而且会后没有公开发表声明，没有签署协议，甚至连记者会都没开。从这个角度来看双方谈的其实有点勉强可以用8个字来总结就是行礼如仪，下戏收工。那可能双方都知道彼此在重大议题上都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分歧，但是呢还是得试着破冰，试着接触一下。一方面是要试探彼此，那另一方面呢也营造出一点乐观合作的气氛，避免美中对抗继续的升级，那最后会意外失控。所以这次的川习会表面上呢还是有取得一些成果的第一，中共承诺采购相当巨量的美国大豆和其他农产品，但究竟有多巨量并没有公布。那事实上，在川习会的前一天，中共就下令采购大约18万吨的美国大豆来给美方当作见面礼。第二，中共对美方的稀土出口限制暂时解除了，推迟1年后再重谈协议。也就是说，未来1年之内，美国的稀土供应将不成问题。第三，中共承诺将阻止芬太尼和相关原料的走私行为，所以美方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关税也从 57% 降到 47%。第四，川普同意中共可以跟英伟达来洽谈芯片的采购，但是呢不包括高端的 AI 芯片 Blackwell 以及Blackwell 的降级版。换言之，中共还没办法取得最顶尖的芯片来发展 AI， 那美国对中共的 AI 扩张呢，还是保持一定的警戒与防备的。第五，双方热烈的谈论俄乌战争问题，并且同意合作寻找结束战争的方法。那川普呢，也并没有要求中共要停止采购俄罗斯原油，但是呢，中共愿意采购阿拉斯加生产的原油和天然气。其实这样的结果就意味着中共呢还是初心不变，没打算让俄乌停火。因为呢，俄乌战争本来就是他们所谓100年大变局的一个战略环节，想通过俄乌战争来牵制北约跟美国，让中共可以趁机拿下台湾。那川普当然知道这一点了，所以他讲过很多次了，他希望俄乌停火，不希望看到每周都有几千人死亡。但是中共不想停火，又不能直说，所以呢，他就像念经一样的继续念他们讲了几百年的套话和空话要继续谋求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那其实呢，就是要让战争继续的悬而不决。第六，川普说美中双方并没有谈论台湾问题。那最后川普也说他准备在明年4月访问中国，而习近平也将在稍晚来访问美国。好，那截至我们发稿为止美中双方都没有发布具体的会后声明，也没有召开记者会。那这些迹象说明了这场峰会呢，并没有达成重大的突破或进展。那或许川习会最大的成果呢，就是让川习两人碰上面了，谈上话了。那这一点对川习两人都非常的重要。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马上继续解读。这次川习会是全球瞩目的大事，毕竟全球2大强权的领袖回归6年之后再度会面，那本身就很不容易了。那特别是再加上川习会之前，川普参加了东盟峰会访问了日本和韩国等地呢。那这些事件结合起来看我认为呢有7个重点很值得解读。
解读一：美中休兵仍紧绷，双方斗而不破。川习会大约谈了100分钟哦，虽然比上次在大阪见面的1个小时来得久一点，但是呢，从双方的现场互动气氛以及会后的一片沉寂来看呢，双方虽然想通过谈判来达成经贸休兵，但是呢，双边关系还是相当紧绷的。你看，川普跟习互动的过程双方眼神很少有交集，习呢还是固定的似笑非笑的1号表情。而川普的表情呢，也是相当严肃，怎么看呢，都不像是老朋友或者关系很好的朋友久别重逢。那这才是美中关系的现况与真相。毕竟美中双方的重大分歧太多了包括了贸易科技毒品还有地缘政治、间谍渗透俄乌战争等等呢。那其实往本质上说双方就是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有着根本的对立性，所以呢，只能够继续的对抗争斗，但是呢，又不希望斗到重伤，所以继续维持这套斗而不破边打边谈的互动模式。那从川普 1.0 到拜登执政，再到现在川普 2.0 的年代都没有变过。而且呢，川普特意在会面之前不到1个小时就下令重启美军的核武测试。这其实是给中共一个下马威告诉中共我不怕跟你玩硬的。所以斗而不破呢，会是未来2-3年内的美中大格局。解读2：中共气弱，以退为进，以拖待变。中共这次面对美方的庞大关税以及高科技管制的压力最后呢，还是不得不让步。毕竟呢，中国这几年的经济确实很糟，对美方打稀土牌呢，也会搞得自己重伤。所以中共最后在川习会前同意取消稀土出口限制1年，同时呢，下令采买18万吨的美国大豆来当礼物。那这些举措其实说明了中共很清楚自己的经济体制不佳，底气不够。如果真的继续打贸易战打下去，那很可能会把自己打进了八宝山。所以呢，采取以退为进、少输为赢的策略来应对川普。但是很值得注意的是川普虽然说双方谈得很有进展但是呢，还没看到任何的贸易协议，据说可能是下周会签。那这本身就是有悬念、有变数的了。而且，即便真的签了协议，那中共真的会遵守吗？恐怕不会像2019年美中签订的第1阶段贸易协议中共到现在也只完成了58%的采购额度。所以大家要记住，跟别人达成协议是谈判的结束，但是呢，跟中共达成协议却是谈判的开始。因为中共会连哄带骗拖拖拉拉的耍赖。因为呢，谈判本身就是共产党用来跟敌人作战的武器之一，是比拳头比不过的时候呢，用来以拖待变，消磨对手意志，还有分化对手内部的心战武器。所以中共可能会在寻思着我就拖下去，反正呢，你川普3年之后就得下台了，我们习总可是要干到150岁的看谁的器官多，不是看谁在位久。解读3：川普近身观察习要正面子做宣传。刚刚讲到这次川习会最大的成果呢，应该就是川习2人碰面了。那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川普是纵横商场的商场大亨那他最擅长的就是刷脸分析，也就是呢，面对面的观察对手，就可以知道对手的真实心态和想法，比 AI 还厉害。像美国众议院前议长金里奇就曾经在书里说过，川普最独一无二的能力呢，就是他的观人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川普面对习近平的时候眼神非常锐利，而且在开会时一直直视着习，就是在对习做刷脸分析，告诉他 I see you I see you。 我们不确定这次川普刷脸习近平之后会得出什么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习也很需要见川普来拉抬他的大国领袖的地位。你看，他跟川普这次站起来身高几乎一样高，川普身高1.9米，那习近平身高是1.8米左右，但这次却看起来一样高显然鞋子里藏了小心机，避免矮人一截，气势输给人。那习为什么需要见川普呢？
一方面呢是要对外宣传，营造他大权在握、地位稳固的形象；那另一方面呢是要告诉国际社会，别忘了他跟中共的存在，避免中共继续被边缘化、被孤立化。解读4：台湾地位重要，美国拒绝出卖。外界原本是高度的关注川习碰面之后会怎么样的讨论台湾议题，但最后川普说双方没有讨论台湾。而事实上呢，川普在前往韩国之前，也在飞机上公开说了一句 "Taiwan is Taiwan"， 台湾就是台湾。言外之意呢，他没打算跟中共谈台湾。为什么呢？不是有一堆媒体跟台湾政客怀疑川普会为了达成贸易协议会出卖台湾吗？其实我们过去就分析过了，因为台湾对美国、对全球的重要性太大了。如果台湾失守，美国的国土安全就会出事，美国的高端芯片供应就会出事，那整个亚洲和欧美的贸易与能源供应都会出大事。那失去台湾，美国就会失去世界秩序的龙头地位。所以简单一句话，谁想当世界霸主，就必须保住台湾，当作 crown jewel 王冠上的宝石。所以呢，我们也讲过好几次了，不管那些左派媒体或者亲共政客怎么说，川普呢其实不会对中共出卖台湾的，因为他要保住美国的利益跟安全就必须保住台湾。解读5：美日黄金时代，联防抗共保台。这次川普访问亚洲最大的赢家应该就是日本了。日本除了跟美方签订了协议，宣告双方继续深化同盟关系，进入新黄金时代，那日本也获得美方降低关税到 15%。更重要的是，高市早苗获得川普的信任，不但邀请高市登上 Marine One 直升机，一起飞到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来视察，还让高市上台演讲，那这是前所未见的高规格待遇不信吗？我们来比一比。你看川普跟高市早苗的互动双方都非常的开心，非常热络，哪里像大国领袖的会面更像是大学同学的同学会吧？怎么看都不像是第一次见面。当然呢，这一点要归功于前首相安倍晋三。安倍获得川普的信任，而高市获得安倍的信任与推荐，所以川普非常信任高市。再来看川普跟韩国总统李在明的会面，是不是有一种瞬间走进冰箱的感觉那这种落差呢，除了是李在明没有安倍的推荐之外，那也跟李在明比较亲近中共有关。那川普显然知道这一点，所以对李在明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感。那川普不但公开表示，只要日本需要什么，美国一定全力协助。川普还在脸书上公布了一张照片，是高市挽着川普的手，边走边对话。大家知道日本人很讲究礼仪和拘谨的，那特别是外交场合，但高市却能够跟川普有这样的互动就表示呢彼此不是外人了。那川普稍后又贴出他跟高市互动的影片，那镜头出现了许多高市的特写，言外之意就是在宣示美日关系未来会固若金汤，日本将成为美国围堵中共的最重要亚洲盟友，而日本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不成的航空母舰。而大家知道，高市早苗是日本政坛著名的亲台派，他认同安倍说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所以川普跟高市结盟了，也就等于是间接背书了美国跟日本将联手协防台湾来抵抗中共的军事入侵。那这对台湾来说确实是一颗定心丸。解读6：美国重返印太区主导地位。这次川普难得访问亚洲各国都是纷纷的全力以赴的迎宾接待。像川普抵达马来西亚的时候川普高兴的跳起舞来，而旁边的马国总理安华也跟着手舞足蹈起来非常的给面子那川普还跟东盟国家签订了多项协议包括了贸易关税、投资美国以及稀土合作等等。而且川普这次调停了泰国与柬埔寨的边境停火，对中南半岛局势带来了稳定。那川普显然是在东南亚地区重建了美国的领导力。再加上川普到日本、韩国都获得前所未有的礼遇，获赠了各式各样的顶级荣誉。那这说明了东北亚国家也认同美国是印太区最有影响力的领头羊，纷纷的向美国来靠拢。那简单说，
不管美中关系将来会怎么变化，但此时此刻，美国确实是主导印太区，甚至是主导整个全球秩序的霸主。而这个向美国靠拢的全球秩序呢，对中共来说无疑是更大的压力与不利。解读7：核武亮剑，威而不威。川普在川习会前夕突然宣布重启美国的核武器测试。那川普的理由是说，中共很可能会在5年内赶上美国的核武实力。那这个消息传出之后，立马就有一批国际媒体开始批评说这会引发全球的核武竞赛，会让核武更扩散等等。那川普还同意了卖给韩国核动力潜艇请注意是用核燃料做动力的潜艇不是配备核武器的潜艇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概念了。那这消息传出之后呢，又让一堆专家出面批评了。但是在我看来川普不是真的要扩散核武器，而是为了要用实力来谋和平，也就是 peace through strength。那大家知道最近用核武器恐吓世界是谁？普京。他宣称他们的海燕核动力巡弋导弹已经测试成功了，而且这个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让俄国的核威慑力达到了最高水准。那这显然是在对俄乌战争和美国来叫板的筹码。而中共跟朝鲜也一直在扩张核武，那金正恩还特意的在川普访问韩国的前一天发射导弹，那这是迎兵烟火吗？当然不是了。所以川普临时决定让美军恢复核武试验，目的就是要告诉这些流氓国家们你们想用核武来威胁我，那就一起来玩玩看。其实不是真的要搞核大战而是要告诉流氓们，警察也有重武器，不是你们才有，那如果你们敢用核武，我就加倍奉还。所以我认为川普不是真的要搞核大战，而是为了制止核大战。因为面对中俄朝伊朗这些不讲武德的流氓，你只能用采取更霸气手段的回应。光讲政治正确的口号而不用行动来反制只会让流氓国家是更猖狂。简单说，我认为在美国跟日本的黄金结盟之后未来1年之内，台湾不会有真正的兵战。姑且不说工具内部因为贪腐造成的战力折损的问题了，因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日本与美方会联手介入台海冲突，那这是对中共是最大的用兵阻碍。而且呢，川普明年4月还要访问中国，那中共就更不可能在这个时间点的前后来用兵。而且台湾海峡已经吹起了东北季风，前几天还刮起了10级强风。那这种海象是绝对不利于共军渡海的，所以2027年以前，中共出兵的概率是非常非常的低。但是呢，中共已经对台湾发动了另类的混合战争，包括了媒体与网络的认知战，还有从立法院内部发动的用来削弱台湾国防的法律战，以及呢操控台湾政党的介选战。那这些战争都已经实实在在的发生在台湾内部了。而且呢，不是美国或者其他国家能够帮忙遏制的。因此呢，台湾政府跟人民要去设法应对反制这些无硝烟的战争，那这是当务之急。好，观众 Return Home 留言问说我们上一集节目提到了王冠英老先生写了反共3字经，有没有原文可以分享呢？这个很抱歉了，我也找了好久，但确实找不到。可能因为年代太久远了，所以没有被网络化。再来，陈巧珍问说，我们频道可以开办会员制吗？有的，我们有打算这样做。我打算过阵子呢，启动会员制，用直播的方式来跟会员朋友们互动聊话题。所以呢，请大家拭目以待。那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好，那今天聊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次再会。